大家好，常理是设施做好了之后呢，才会进行走道铺设了。但是缺乏专业的工具，不好将砖块裁切大小。业余的做法，只要将施作流程颠倒，先铺设走道后，才堆砌一旁的种植空间，效果反而会更好，可以将接缝处完全填满。这在种植与环境整理上算是非常奇妙的现象。毕竟家庭种植有时若是想学用职业种植的方式呢，先天上不足，缺乏了专业的工具，一样画葫芦的效果很容易就会大打折扣。另外，既然是业余专业的工具上手也未必会顺手。进入棚架搭设的环节，因为想要让棚架有更多的用途，试了不同的方案后呢，最后还是回到原点让棚架留有让豆科作物攀爬的空间这两旁棚架是由束带固定后，再将两组棚架串接起来。到下个台风来临前，支撑力还算不错用的。雏形出来后需要补强，则有待发掘新的现成材料水泥地板一天做一点，算是比预期顺利与快速了。由于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加上天气不稳定，前院目前还没有要动工于是干脆继续往内部施作没有将内部纳入施作流程安排。内部就出现了挚爱难行的地步内部这上方其实有棚架的拉绳经过了，也是现成可用的棚架，只是因为下方原本的用途是设置堆草槽因此先在侧边建立种植槽这堆草槽的土壤就可以先摆在种植槽的下方，除了不用搬运太远，就可以将这些肥沃土壤利用掉，清出空间外呢，也不用担心腐熟的程度了。这样种植草需要补土的量就可以大大减少。为了快速可以种植，播种前并不对土壤进行搅拌只在最上层覆盖上约10公分的净土这样做的原因是怕堆草槽的土壤过肥，导致烧根由于现在要进行播种的是西螺大叶菠菜，叶菜类的根系要往下钻到底层需要一点时间也算是透过浇水让底层的土壤有稀释与发酵的缓冲时间。选择在此处种植菠菜的原因，是因为菠菜很挑光照要避开路灯可照射的位置，来防止菠菜很快就会出现开花的现象。不过这虽然有围墙挡着还是得挑晚上的时间来看，才有办法确认真不行的话，还可以让上方的丝瓜藤爬过来，这也是避免天气过热的备案。菠菜种植的时候，采用撒播或是调播都可以现在采用调播的方式，除了生长起来比较整齐，方便采收之外，在进行覆土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非常时期，为了增加发芽率与效率播种前种子已经事先泡过约4小时的水拌入干的沙土，不只是可以均匀种子加入沙土后有吸水的效果，也可以避免种子粘手另外呢，由于最近时常下雨，土壤会比较潮湿采用调播时要进行覆土会更为简单，只需要将挖沟时的土壤进行回播，覆土就完成了。先看一下简单变化，再来种植百香果。这是现在进行式持续推进的整理状况杂乱算很正常，就别太苛求了。这株嫁接过的满天星百香果呢，已经在阴凉处摆放多天
放到室外1天后，触须就急着开卷往上爬。迟迟没有种下的原因，除了天气的因素棚架利用的方式也是陷入天人交战的考量。被领走1棵幼苗后，态势就明显起来了。只种植1棵的话，棚架就有更多混合种植共用的空间了。不过一旁整理时，又发现了1颗野生传统百香果简单寄养一旁，可以存活的话，也只能说是冥冥中的安排。侧边再补2根辅助加强支撑往上攀爬时也方便直接爬上棚架上方。提供遮阳外，下方的竹子就可以种植矮小需要支撑或攀爬的作物老实说，因为只是家庭种植很多都只是依据环境加点想法，再一样画葫芦所以种植时，其实很多时候呢，已经到不知道该说啥了。该不会是高手中的高手所有招式都内化了，已经到传说中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了。种植时，培养土的根系已经很发达，挖好刚好可以完整覆盖培养土的深度在抓起培养土时，让一些外露的底根自然垂下，进行悬空覆土。除了容易掌握深度，也可以避免底根一开始就缠绕在一起10几天前呢，在土壤底层的周围铺设了甘蔗酵素的残渣，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才又盖上了腐殖土，最上层才铺设平常种植的土壤。目的是希望可以慢慢生长，把根系养壮后才吃到肥力除了避免肥量过于集中而烧根另外呢，也是因为光培养土就可以长得很好，可以先观察生长状况与对土壤的适应力毕竟施肥很简单但是土壤过肥要减肥就很困难了。接下来将下方原生苗的叶片摘掉，这是养底茎的方式，晚一点再摘也可以棚架下方不留叶片就是基本原则省事一点完成就进入放养的阶段能提供的资源都给了就靠它自己力争上游了。最后可以再补上夹子，帮忙一开始攀爬固定这只需要一个夹子辅助后续触须就会自动抓附了。而此时的茎还很细，别直接夹住茎让上方的茎藏在夹子的缝隙，可以避免夹断等攀爬往上，茎长出后，再把夹子取下，避免影响底茎的生长。谢谢收看。